讨厌。另外，你还要拿走龙皇51%的股份。秦墨这孩子都被我宠惯坏了，自有顽劣。如果他做错了什么事情，伤了你的心，请你看在股份的份上，不要和他生气。不，这太贵重了，我承受不起。您当年救了我的命，这就当是我回报给楚家的。哪怕以后他做了伤害我、对不起我的事，10次，我允许他伤害我10次，绝不计较。楚总，公司高层已经到齐了，会议可以开始了。沈重，你都干了些什么呀？沈重，你都干了些什么呀？你竟然想让我们所有艺人发布新曲的时间和3大娱乐公司重合？你知不知道这么做就是彻底的在向他们宣战？龙皇这段时间的作曲都是针对3大娱乐公司同类型艺人的，同一时间发行，就是为了全面击破3大娱乐公司，完成老董事长的遗愿，有什么不对吗？有什么不对？锦州市舒克力学院回来的创作天才，他最了解3大娱乐公司的底蕴。他说了，如果我们这么做，一定会引发3大公司对我们的联手报复，到时候我们拿什么抵抗？那5位创作人这次准备的金曲仪式登峰至极，3大家族才是无力抵抗的人。这就是你的倚仗，对吧？一直以来，你手里掌握着5位金牌创作人，林多、方山、李晟、贝芬，还有莫特。而我作为龙皇娱乐的董事长，我连面都没有见过。你藏得这么深，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现在公司百废待兴，根本没有什么创作人，龙皇账面上的钱也请不到什么顶级创作人，一首歌就要500万，后续的版权费也是个大刀，只能自己写了。太好了，沈重哥哥，这几首可都是金曲的品质。有了这几首，龙皇一定能够起死回生。沈重哥哥，你是从哪儿约到这么厉害的音乐创作人的？我呢刚好认识5个顶级音乐人，而且他们都说了，这些曲子分文不取，等到专辑大卖以后再说分成的事。太好了，沈重哥哥，幸亏有你在，如果没有你的话，我一个人根本就没有办法支撑龙皇了。现在，请你立刻把他们5位请来现场。如果不愿意的话，这执行总裁的位置你也别做了，交由锦州来担任。执行总裁的位置你也别做了，交由锦州来担任。舒总，不可呀！这些年来是沈执行总裁一直呕心沥血，才把龙皇发展到今天这种地步，怎么能说卸任就卸任呢？我承认
沈重的确是有些功劳，可是那5位顶尖音乐创作人是龙皇的命脉，沈重始终把他握在自己手里，不肯交出来，这难道还不能证明他的一心吗？我不是不给，而是我必须彻底击垮3大家族，我才能彻底的掌握龙皇。等你击垮了3大家，我看到时候这龙皇就该改姓沈了吧。秦墨，沈重作为音乐执行总裁，手握着公司51%的股份和5个创作人这样的顶级资源，手里拿着最多的股份和最顶级的创作资源，恐怕你们结婚之后，整个龙皇都得姓沈。可是我能有今天，都是沈重哥哥教我的，而且他还把我推到了天后的位置，他不可能背叛我的。你就是太傻太天真了，天后不照样是给他打工赚钱的吗？你可以觉得我小人之心，但是他沈重不把5个创作人交出来，恐怕是真的想把你交出来。那我该怎么办？3大娱乐公司对龙皇是很和善的，而且龙国娱乐市场这么大，就算我们4家平分天下，龙皇照样是最大的娱乐公司，而且只有他们的钱注资进来，龙皇才会更强大。可是沈重哥哥之前最反对的就是外界注资，我如果真这么做了，他一定会很伤心的。秦墨，整个龙皇都只知他沈重而不服你，你也该把龙皇彻底掌控在自己手里，令他折服，沈重才会更加的爱你。没错，沈重哥哥，我一定要把龙皇掌控在我自己手里。等一切结束之后，你还是我楚清墨的男人，我一定会让你更加的。你就是仗着你是我的未婚夫，仗着我爷爷临终前对你的嘱托，你想一步一步的蚕食公司，一步一步的掌控龙皇。执行总裁的位置你交出来了，锦州一定会比你做的更好。楚总，不可呀！沈总这些年一心为龙皇，你怎么能随意开除他呢？这是我们楚家的公司，跟他沈重有什么关系？现在我的命令，你们都不听了是吧？还有，那51%的股份也请你交出来。我答应过楚老10次，这是第8次了，还有2次，我与龙皇就没有关系了。沈总不，现在应该叫沈重了。沈重的想法已经老了，过时了。交出那5位顶级音乐创作人的联系方式，我会在半年时间内带领龙皇到达顶峰。我们龙皇娱乐根本就不可能一直一家独大，现在3大娱乐公司都要入股我们，每家公司出300亿，而我们需要做的只是每年给他们提供10首金曲，真正的能够实现不费吹灰之力就登顶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我看锦州确实要比沈重更适合这个位置。楚总，3大集团入股龙皇，这样风险太大。沈总，您劝劝楚总吧。这是5位顶级创作人的联系方式，给你们。太好了，10首金曲而已，我加上这5位顶级创作人，能够轻松做到。我将带领龙皇成为真正的沈重，你觉得呢？我现在已经不是音乐执行总裁了，无权插手公司事务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公司的高层会议
你也没有权限参与。好，楚总，那我先行告退。沈仲哥哥，我必须把实权掌握在自己手里。你再等等，我一定会和你结婚的。沈仲先生，您真的要走吗？那我也跟着您一起走。没错，是您带领着龙皇走到今天的位置，他们怎么能如此背信弃义？要不，您成立一个公司，我们都跟着您。我年少时漂泊流浪，是楚老收养了我，他对我有恩，我不能对不起他。请各位和龙皇再续约3年。楚老，我答应过你，要带领龙皇走向巅峰，但如今局势已并非我能所控，我会尽力挽救败局。给清末的10次机会，就还剩2次了，2次之后，我便走。沈仲，你在说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就是有点累了，先上去休息。沈仲，清末之前在公司把你执行总裁的位置交给我，你别生气啊。锦州，你怎么样？沈仲，你干嘛呀？沈仲，我知道你生气，可我也是为了公司，为了清末。你可以对我动手，但是你一定不要对清末怀恨在心啊！来，锦州，起来。小心。沈仲，锦州，他的心价还没有收拾好，他只是过来借住几天，他还想要跟你解释，想要跟你冰释前嫌，没想到你居然这么狠心，你还出手报复。我没有。既然沈仲他这么讨厌我，我还是搬出去住吧。不行，要走也是他走。沈仲，我真怕你这种小心眼的人会再对锦州动什么手脚。沈仲哥哥，你以后再也不用流浪了，你就跟我们一起生活，这里就是我们以后的家。沈仲，滚出我的家！好，我走，我走。等等。3日后就是我晋升天后的日子，我还缺一首金曲，一切都准备好了。我已经不是执行总裁了，创作的事儿却交由的新执行总裁去。沈仲，你还在跟我闹脾气？锦州已经因为你受了伤，他哪还有精力再创作？3日后，我的天后晋级会上，如果你拿不出金曲，我们以后就不必再见了。我明白了，不必再见，我就不该有期待了。清末，你好疼。走，我们过去坐。是这里痛吗？清末，奶奶有话跟你说。锦州，要不你先回去休息。公司的事儿我都已经知道了。沈仲之前
是想把三大集团彻底压死，让龙皇一家独大。你怎么能让他们入股龙皇呢？他们每家还占有20%的股份。再说了，抛开情谊不说，沈仲手里还掌握着5个创作人，你怎么能把他开除了呢？奶奶，沈仲已经把那5个创作人的信息给我了。沈仲的心太野了，我必须得让他清楚谁才是龙皇真正的主人。奶奶年纪大了，公司的事儿我也不想再管了。你让苏景洲代替沈仲的位置也就算了，难道你还想让苏景洲代替沈仲和你结婚吗？奶奶，我只是把景洲当成一个弟弟而已，我心里爱的人就只有沈仲，能跟我结婚的也只能是他。我只是想让他陪在我身边，做一个普通人。3日后就是我晋级天后的日子，到时候我就能彻底的掌控龙皇，掌控沈仲。人是易变的，切不可恃宠而骄。奶奶，沈仲他太高傲了，屡屡反驳我的决定。我一定要让他明白，离开了他，龙皇在我的带领下会变得越来越辉煌。我会逼他认错，我会彻底的收服他。到那个时候，我再跟他结婚。5年了，楚家救我一命，我也用5年时间还了恩情，算是他清白。楚清墨，你我一别两宽，从今往后，确实也不用再相见了。明天就是我晋级天后的日子，沈仲呢？还没把金曲拿回来？还没有。沈执行总裁说以后不会再插手公司的事情，这可怎么办啊，楚总？哼，我知道了，沈仲一定还在吃醋，在嫉妒。他想让我去找他，告诉他死了这条心吧，收回公司给他配的车子、房子，还有停了他所有的卡。我一定要让他认错，让他彻底的臣服于我。沈总，但是楚总的命令我也没有办法。请您把公司的东西全部交还。清墨，你以为我竟会闹到这种地步？沈仲哥哥，看，这是我特地为你准备的新车，你每天为公司奔波，也该有一辆好的代步车了。给，这个娃娃是我亲手缝的，它会代替我，一直陪着你。谢谢，我很喜欢。好。喂，沈总，您没事吧？我已经不是执行总裁了，公司的这些东西确实也该还回去。那沈仲先生，那金曲的事情，我的确准备了一首金曲，本想着婚礼的时候亲手送给他，现在看来也用不上了。明天天后仪式现场，我会给清墨送过去。景州，我知道你对我一片深情，可我能给你龙皇娱乐执行总裁的位置，却不能给你任何承诺。如果明天我晋升天后顺利进行的话，我就会和沈仲结婚。只要能陪在楚总身边，这个沈仲要是有你一半贴心，我也不会这么苦。清墨，我知道你的身心都属于沈仲，
是在你结婚之前，我心灵送给你一样东西。最后一次机会也用完了，看样子，这梦里的婚礼也只能在梦里进行了。我突然发现，谁能阻挡我的雨天？所以请闪回你身边，此刻脚步会慢一些，如此坚决。我的眼眶泪太满，走不回你身边。我的身心只属于沈重，不会给任何人。下不为例。沈总，沈重先生，您是来送曲谱的吗？舒总他正在后台等您呢。不用了，就由你交给他吧。另外，有件事我想请你帮个忙。舒老曾给我们定下婚约，现在也用不着了。这是退婚书，你拿给楚清墨，让他签字吧。楚总他对您还是有感情的，他肯定是不会同意的。是什么样的爱情，始终都割舍不清。他会同意的。遗憾不已，最后没能在一起。沈重还没来吗？今天可是我晋升天后的日子，还有钢琴曲，钢琴曲到哪了？清墨，沈重是不是不愿意给我们原创钢琴曲啊？他故意想要看你出丑吧？我现在就给那5个创作人打电话，让他们赶紧送来进去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cannot be connected for the moment. Please redial later. 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打不通了，是不是沈重跟他们说了什么，导致这5个人都不接电话呀？不然的话，用以前的曲子。今天是你晋升天后的大事，一定要传誓约征才行。可惜现在时间太晚了，不然我一定能帮你去来。楚总，沈重先生送来了今天要演奏的钢琴曲《梦中的婚礼》。梦中的婚礼，沈重果然知道错了，他是想要跟我结婚的。沈重哥哥，你放心，只要我顺利晋级天后，我一定会嫁给你。另外，楚总，沈重先生还有另外一件事让你签字同意。他无非就是想要做回执行总裁的位置。其实呢，只要他诚心认错，我也不是不能答应他。让我们掌声有请新晋天后楚清墨。告诉他，我同意了。让我们掌声有请新晋天后楚清墨。
梦中的婚礼，这首曲子绝对出自大师之手，忧伤而美丽，好像在追忆藏在心里最真、最美、最深刻的爱情。沈重哥哥好棒，这么难的曲子都会。你呀、别调皮，好好学。我可是答应老爷子要把你捧进天后的。清末不想学，有沈重哥哥在身边就够了。我也不想做什么天后，也不想管理公司。好美的曲子，我好像看到了作者的心境，快节奏的大起大落，典雅唯美之中带着一丝丝的哀伤。舒总已经同意退婚，上面盖了他的公章。我知道了。要走也是他走，这么狠心，你还出手报复，滚出我的家！秦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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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秦墨。14次机会已经耗尽，楚郎，我已经尽力了。从此之后，我与楚清墨再无关系。爷爷，你看到了吗？我终于把他折服了。你没做到的事情，我楚清墨做到了。仪式结束之后，我会成为他的新娘，为他生一个孩子，也姓楚。将来接手公司，龙皇永远都只会是我们楚家的。接下来我要忙公司上市的事情，婚礼的事只能交给沈重哥哥亲自筹备了。沈重哥哥，你之前的傲慢无礼我都原谅了，现在我请你来筹备我们的婚礼了。沈重，你真的要搬走吗？楚夫人，我跟清墨的婚约已经解除了，再继续住在这里也不合适了，还是搬出去比较好。沈重先生，那这些东西怎么办呢？都烧了吧，已经不重要了。好。一眨眼，我在楚家竟然生活了这么多年，如今也到了该离开的时候。你就是仗着你是我的未婚夫，仗着我爷爷临终前对你的嘱托，你想一步一步的蚕食公司，一步一步的掌控龙皇。
执行总裁的位置你交出来，锦州一定会比你做得更好，一定会比你做得更好。沈重，滚出我的家！沈重，你还在跟我闹脾气？锦州已经因为你受了伤，他哪还有精力在创作？3日后，我的天后晋级会上，如果你拿不出金曲，我们以后彼此见。沈重先生，楚总已经同意退婚，上面盖了他的公章。看来我也是时间离开了。沈重哥哥，我回来了。我们的婚礼我要你亲自策划。沈重哥哥，我回来了。我们的婚礼我要你亲自策划。沈重哥哥，沈重哥哥，沈重哥哥呢？大小姐不是把沈重先生赶走了吗？怎么又来找他呢？这么多人，大小姐心里肯定在意沈重先生的。你们愣着干嘛呀？还不赶紧把沈重喊下来，策划我们的婚礼？之前我答应过，给他一场完美的婚礼。现在他要什么，就让他自己来策划。沈重先生已经走了，管家，你先带他们下去吧。好，各位，请跟我走。走了？去公司了吗？锦州，给他打电话叫他回来策划婚礼。我说过，沈重先生已经走了，他不会再回来了。奶奶，我知道沈重他放心不下公司的事情，但现在公司由锦州主持大局，他不用操心这么多的。他期待了那么久的婚礼，他想要什么就应该让他自己来布置。秦墨，你已经原谅他了，他怎么还在蹬鼻子上脸？难道想让你亲自去请吗？算了，这段时间呢也委屈他了，是我对不起他。如果他想我亲自去请他，那我就满足他。不接电话，沈重这也太过分了！你已经连连退让了，他怎么能给脸不要脸呢？打给小吴。喂，沈重是不是在公司呀？让他回来策划我们的婚礼。楚总，您不是把沈重先生开除了吗？他根本就没来公司啊！什么？不在公司也不在家，那他还能去什么地方啊？楚总，我现在就去找。我知道了，他一定还躲在楼上，等我亲自去请他。那我就忍他一下喽。沈重哥哥，前几天惹你生气是我不对，你就看在清墨是你未来老婆的份上，再原谅我一次吧。沈重哥哥，沈重哥哥，沈重哥哥的东西呢？怎么都不见了呀？不是你让他搬走了吗？他已经走了。我什么时候让他搬走了？我只是让他去酒店借住几天。拿不出金曲的话，以后我们就不用再见面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算了，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，以后我会去酒店接你的。以后
我们没以后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。那秦墨，那我先走了。这段时间我不在，你照顾好自己。行了，我知道了。不过就是短短几天，啰嗦什么呀？是我把他给赶出去了。他从小就在楚家长大，他又没有亲人，离开了楚家，他还能去哪儿呢？不行，我得把他找回来。秦墨，这大喜的日子，沈重也太过分了吧？几次三番的让你去请他。算了，是我让他受委屈了，是我不对。他跟我闹点脾气也是应该的。我这就去找他。站住！大小姐，怎么了？你要把这些东西拿到哪儿去啊？是沈仲先生说这些东西没用了，让我们给丢掉了。没用啊！当当，好不好看？这是我亲手缝的小兔子，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你。以后我不在的日子，就让它代替我陪着你，怎么样？喜不喜欢？喜欢。我一定会时时刻刻把它放在身边，见到它就当是你在陪着我了。这是当年我送他的第一件礼物，我亲手缝的。他可是走到哪儿就带到哪儿。你现在说它是没用的东西？不是我说的，大小姐，是沈仲先生说这些东西都没用了，让我们给烧掉的。秦墨，你也得学着创作才行。谁说我不会创作了？我已经写出了最好的作品。你说的爱是真的不存在，你怎么忘了？沈仲哥哥不要这些了，他不要这些了，难道他也不要我了吗？秦墨，别这样。他怎么能抛弃我呢？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当年我亲手送给他的礼物，写给他的信。他怎么会抛弃我呀？我要去把他找回来，我要去把他找回来。你居然说我的东西是没用的东西，你给我滚出楚家！大小姐，我真的不知道这些东西你还有用吗？我不知道啊。滚！是你自己自作自受，怪不得别人。当初你赶他走的时候，就应该想到会有今天。喂，楚总，找到沈仲先生的位置了。找到了，他在哪里？他在江城北郊的村里租了一个房子，刚搬进去。江城北郊，那不是出了名的贫民区吗？怎么能让沈仲先生住那种地方？还不赶紧派人把他请回来！那我怎么办？我绝不能让沈仲再回来坏我的好事。快去备车，我要把他请回来。秦墨，现在整个公司乃至整个业内都知道你们要结婚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沈仲突然走了，让你颜面何存啊？而且这件事情要是被媒体知道，我们整个龙皇的股票将会遭受重大的打击。沈仲这是精心策划，想让我们颜面扫地，让龙皇黑料缠身啊！清墨，奶奶，公司的事情你已经不管很多年了，你不懂这其中的厉害。沈仲如果想闹的话，就让他闹好了，我一定会让他后悔。沈仲先生，你怎么能住在这种地方呀？我给你安排一套别墅。本来无一无我，何处惹尘埃啊？我觉得住这儿也挺好的。
沈仲先生，如果你不在龙皇的话，恐怕这家公司坚持不了多久了。如果你愿意重新成立一家公司的话，我们都愿意跟着你的。怎么会呢？人楚清墨身边有舒克利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呢，一定会将龙皇娱乐发扬光大的。他们说要和3家公司平分市场，公司现在很多演员和歌手都不打算续约了。现在的龙皇已经乱成一锅粥了。郭天王是龙皇的定海神针，只要他不走，公司大部分的歌手和艺人都会选择跟他一起待在龙皇的。只要楚清墨能好好对他，跟他续约，龙皇就不会乱的。那要是楚清墨不打算和他续约呢？走了。楚总，郭天王的合约马上就要到期了，公司准备续约，需要您签字。5000万，他一个人1年的签约金就要5000万。这是沈仲先生定的。郭天王是第一个愿意跟我们公司签约的老人，也是我们捧红的第一位歌星，更是现在实力最强、最有观众缘的一个，所以必须得给他这些签约费。凭什么他沈仲说是什么就是什么？龙皇1年才赚多少钱，半数都要给他的。可是沈仲之前跟我说过，就是因为沈仲说的这些话，龙皇现在才赚不到钱。我才是音乐总裁，我来做主，去告诉我女王，他想续约，签约金必须减半。可是沈仲先生说过，绝对不能薄待了陪我们公司打江山的老人，这样会寒了他们的心的。够了，一口一个沈仲，我才是新的音乐执行总裁。我说话做不了数，清墨说话还做不了数吗？这个公司到底是姓楚还是姓沈？没错，我就不信一个天王还能翻出天去。从现在开始，公司的所有签约艺人签约金全部减半。怎么能这个样子啊？当初沈仲先生可是答应过我们，给我们这个签约金的。就是，怎么他刚走，我们待遇差这么多？行了，等看看楚总怎么说吧。龙华不会无缘无故降我们签约费的。可是这太过分了！刚走，说变就变。行了，别吵了，准备开会。楚总，这个总要给我们一个解释吧？解释什么？这些都是公司的决策，怎么？你们不服气？可是沈仲先生，沈仲什么？沈仲已经被开除了。你们这些人之所以能火，靠的都是龙皇的资源。我劝你们不要不识好歹，没有龙皇，哪有你们的今天？楚总，你真决定所有艺人的签约金减半？没错，这么多年来，公司半数的资金都花在你们身上，也该减半了。沈仲在位的时候，龙皇的收益很低，现在缩减之后，至少能提升1半的收益。快签约吧，龙皇能把你们捧起来，照样能把你们拉下去。不好意思，这个合约我不签。什么？什么？你不是说过要和公司续签3年的吗？郭天王，你怎么能出尔反尔？我确实是说过，不过那是沈仲先生求我留下3年，让你渡过难关。我年少时漂泊流浪，是楚老收养了我，他对我有恩，我不能对不起他。请各位和龙皇再续约3年。请各位和龙皇再续约3年。沈总，您别这样，就当是看在我们这些年的情谊上，再帮帮楚清墨吧。沈仲先生，您这又是何必呢？
是啊，沈仲先生，只要您发话，无论您去哪里，我们都会跟着去的。楚老待我们不薄，我现在已无力再接管公司事务，只希望你们能陪楚清墨再走一段路。他很聪明，有管理之才，只是还需要时间，请你们多担待担待。他很聪明，有管理之才，只是还需要时间，请你们多担待担待。怎么会啊？既然沈仲先生已经不在了，你们又如此的背信弃义，这龙皇娱乐我彻底退出。站住！这么多年来，公司一直都是你们的后盾，给你们提供了多少资源？你现在说走就走？啊，沈仲这么些年就捧出你们这些白眼狼，每年拿走公司这么多的资源和金钱，因为这点签约金，现在就要离开了。如果沈仲先生现在在这儿，别说把签约金减半，就算没有签约金，我也会留在这里。沈仲先生说你有管理之才，没想到你就是个黄毛丫头。龙皇交到你手里，算是彻底完了。告辞。站住！站住！只希望楚清墨能够清醒一点。郭天王是定海神针，他这一走，公司其他的艺人也会军心不定。那要是楚清墨留不住他呢？那龙皇恐怕会遭遇一场大打击。签不签约不重要，去把郭天王叫回来。只要他人还在，一切就都好说。是。站住！谁都不许去。清墨，这样下去你的威信呢？你得让他们知道这间公司究竟是谁在做主。可是沈仲说过，郭天王是公司的定海神针，我们要厚待他才能。沈仲已经走了，你还要为他影响多久？他现在因为这点签约金就不肯退让，到时候不知道还要怎么为难你呢。就让他。我们龙皇娱乐有这么多的签约歌手，我就不信离了他一个郭天王还能反了天不成？郭天王走了，沈仲先生也走了，这约不签了。什么？是不是沈仲把你们挖走了？外面的人现在已经给出了3倍签约金，要不是因为沈仲先生，谁会留在这儿？况且你们现在要降低签约金，我们是艺人，不是你们龙皇娱乐的奴隶。我们走。站住！站住！偷袭者！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你们给我站住！难道没有了沈仲，我什么都做不成？清墨，他们成不了气候，就算他们都走了，咱们龙皇照样不缺艺人。楚总，他们可都是咱们龙皇的台柱子，你怎么能把他们都赶走呢？只要我们能创作出来金曲，就不怕他们不回来。没错，这么多年来，龙皇一直都是靠着这些金曲拿到第一的，力压3大娱乐公司。只要我们还有金曲在，这些人就会回来求我们签约。毕竟咱们公司可是有5位顶尖的音乐制作人，还有我这个来自舒克利的音乐天才，创作出来金曲肯定不在话下。还好有你在，我就知道沈仲他不牢靠。清墨，别担心，我会一直陪着你的。胡助理，去把那5个顶尖音乐创作人的信息拿过来，我亲自打电话去接。沈仲先生，你真的打算彻底不管龙皇的事务了吗？你知道的，我对你的实力很清楚，
只要你有需要，无论让我做什么，我都愿意。我意已决，回去吧。我，那你有任何需要，一定要联系我啊！你就像一只扑火的飞蛾，执着于不属于你的花火。你读懂了我万千的落寞，却成就了他扮演的脆弱，从我身边匆匆飞过。当年，我为了龙皇，为了楚清墨的公司，用了5个分身为龙皇创作写歌。现在我已经离开了龙皇，那这5个身份也该销声匿迹。这位方山大神可是帮公司写出了不少名曲，当年一首《青花瓷》彻底打开了公司的名气，少说赚了有3个亿。如果他肯出手的话，一定可以帮我们写出更多金曲。喂，喂，方山先生，我是龙皇娱乐的董事长楚清墨。我想请您帮我们写一首金曲。抱歉，我已经不再创作了。这个录完以后就不用了。以后不要再打过来了。喂，喂，清墨，我们缘分已了。这些年来，我已经太疲惫了，我想要继续为你付出，为你创造了。挂了？怎么会这样啊？一个顶尖的创作人，怎么会说不写就不写了呢？这第二个，林多，打给他。喂，林多先生，我是龙皇娱乐的董事长楚清墨，我想跟您谈一个合作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已经决定不再继续写曲了，你们还是找别人吧。等一下，是不是钱不够？我可以加钱的，每首金曲500万。我可以加钱的，每首金曲500万。这事跟钱没关系，我已经决定不再为龙皇创作歌曲。喂，我可以加钱，可以加钱。是不是沈重把他们挖走了？这些年来，龙皇一直是沈重在负责，只有沈重见过这5个创作人的真脸。舒总，沈重先生是不可能这么做的，你就这么了解他？这些年来，沈重为公司贡献了那么多，他如果想架空龙皇，那龙皇早就属于他了。秦墨，他就是想用这种招数来让你认错，你可不能被他蛊惑啊！沈重怎么可以这么自私？他一个创作人都不留给我们，他是想彻底毁了龙皇吗？不行，我就不信所有人都会被他挖走。打给下一个。接？难道微飞先生也不准备和龙皇合作了？
怎么都不接电话呀？他们都不想和我们合作。我不信，我不信！沈仲在的时候，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情况。我就不信，他们想一起联合起来抵制龙皇。最后一个一定可以。喂，莫特先生，我是龙皇娱乐的董事长楚清墨，我想问一下，是不是沈仲？长官，你们在统一口径，不为龙皇争取。沈仲已经被我们龙皇娱乐开除了，他手里根本就没有资金。不管他给你们什么条件，我们龙皇娱乐出双倍。原来我在你的心里竟然是这样的人。抱歉啊，我已经决定不再补全了，给多少钱我都不会再想。喂，不要挂，别挂！我出钱，我加到800万、1000万，你要什么只管提。我已经决定退出了，你们还是找别人吧。喂，1000万不行就2000万，2000万不够就5000万。这5年来，是因为有龙皇，你们才能功成名就，也是因为龙皇，你们的实力才能得到彻底的发挥啊！跟着沈仲，你们只会黯淡无光。我把龙皇捧到如今的位置，现在也该彻底的说再见了。不好意思，我已经说过了，我不会再为龙皇补全了。这个号码我会注销，以后不必再见。看见希望闪耀彩虹之间，不再追问你为何不能停留，放下了执念，微笑现在。又挂了，怎么会这样？难道这些人你也要跟着沈仲？也不愿意再效力龙皇了？这5个人会如此统一口径，都不愿意给龙皇效力。沈仲到底对他们做了什么？不必再见。我怎么觉得这5个创作人的声音很熟悉，好像在哪里听过。以后不要再打过来了，你们还是找别人吧。我已经决定不再为龙皇创作歌曲，以后不必再见。沈仲，这5个天才创作人全部都是沈仲。仲，你是说这5个天才创作人全部都是沈仲？这怎么可能？吴助理，你现在亲自去找这5个人的资料，我要知道他们5个人到底是谁。楚总，查出来了，怎么样？这些人都是谁？这些人都不存在，名字全部都是假的。假的？这怎么可能啊？那些资料都是沈仲给我的，这怎么会是假的呢？沈仲哥哥，你到底是从哪儿找到的这么多天才音乐创作人啊？这些人啊，都是我从全国各地搜罗来的顶级音乐人。如果有一天我要是不在你身边了，他们还能为你继续创作进去。我不允许你这么说，我就要你一直陪在我身边，一直陪着我。行了，在公司别人看到。没事的，反正我们快结婚了，他们想看的话，就看个够好了。假的，都是假的。怪不得沈仲会把创作资源留给我们，怪不得他们的声音都一样，他们都是沈仲假扮的，就是为了不让我们找到这5个创作人。青墨，
沈重这是要毁了龙皇娱乐呀！沈重，亏我还想要跟你结婚，跟你再续前缘，互诉衷肠，你居然不理解我的苦心，还要背叛我！原来这么多年的深情和过往，全部都是假的。沈重，你骗我骗的好苦啊！清墨，我在国内还有些人脉，我现在就去找他们。我就不信他沈重能把这5个大活人藏哪儿去。3天内，我一定带着他们创作的金曲来找你。真的吗？他沈重以为把这5个创作人的资料藏起来，我就没办法了。这么些年来，我们龙皇娱乐给这5个人打的版权费在你的账户上，只要查下去，肯定能找到他们。对，没错。沈重给他们什么条件，我都愿意出10倍。锦州，一定要帮我拿到创作。事情交给我，你就放心吧。你去通知3大娱乐公司，3日后齐聚龙皇娱乐，我会拿出10首金曲来完成对赌协议，让他们准备好资金的汇入，帮助龙皇一举上市。对了，把沈重也叫过来。可是沈重先生不是已经被您开除了吗？他还会来吗？沈重就是在嫉妒，在吃醋，所以才故意把那5个金牌创作人的资料藏起来，以为我会去找他。他现在没了倚仗，我再给他最后一次机会来见证我的荣耀。如果他不来的话，婚约取消，他以后也不用再来见我。可是楚总，您跟沈总的婚约不是已经……让你去你就去，哪来那么多话？是。陈依，我已经说了，我不会再回龙皇的。你真的不打算回去吗？这楚清墨肯定会后悔的。这么多年，你为了龙皇付出了这么多，你难道真的甘心看着龙皇毁在楚清墨手里啊？我已经尽力了，之后龙皇如何，跟我也没关系。那你对楚清墨这么多年的感情，也能彻底放下吗？你真的能狠下心以后再也不见他？喂，沈重先生，我是楚清墨的助理，楚总想要请您参加3日后的宴会，楚总说这是他给你最后的机会。楚总说今天要给我们每家都带来一首金曲，是真的吗？没错，我们龙皇已经请了5位金牌的创作人为我们创作金曲，想必曲子等一会儿就会拿到了。这5位顶级创作人也不知道怎么被沈重挖到的。这些年，凭着他们所创作的金曲，龙皇始终压我们一头。不过，今天怎么没有见到沈重先生？我知道沈重之前做了一些错误的决策，影响了我们4大娱乐公司之间的关系。不过你们可以放心，沈重已经被我们龙皇正式的开除了。以后我相信我们4大娱乐公司一定能够携手共赢的。开除了？没错，沈重任职期间手段凌厉，树敌颇多。等会儿他来了，我会让他亲自向各位道歉。几位久等了。清墨，我已经找到那5个创作人的地址，请他们为我们创作。现在他们已经寄来金曲了。沈重呢？他来了吗？等他来了，我们就公布这几首金曲，还得让他给各位道歉呢。楚总，沈重没来，沈重还说他跟龙皇已经没有关系，以后也不会再为你创作歌曲，让你以后不要再去打扰他。不要再去打扰他？
沈重不会真的觉得离了他，龙皇就寸步难行了吧？我偏要让他看看我是怎么用这几首金曲把龙皇带到更高的位置。各位，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龙皇为大家创作的这几首足以震撼世人的金曲。思成，不是说好了要为我们创作金曲的吗？我也不知道。思成，全都是思成。我付出10倍的价钱，连一个创作人都留不住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沈重在的时候，这5个人可是忠心耿耿的为我们龙皇效力，现在为什么连一个创作都不肯给我们？一定是沈重用了什么手段，才让这几个人统一口径，用辞职来威胁我们。那5个顶级创作人全部辞职了，那我们岂不是有机会了？节目，那意思就是说你们拿不出金曲，还害我们白跑一趟。不，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能拿出金曲的。你最多还有7天时间，7天内要是交不出金曲，就等着赔钱吧。我还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啊。来，沈重已经从龙皇离职了，不管花多少钱，付出多大的代价，一定要抢先把他拉到我们公司。你们怎么能抢先呢？我告诉你啊，不管你们出多少，我吉瑞娱乐付出一成。别，没这个意思。这怎么可能啊！一个我们不要的执行总裁，值得3大娱乐公司为了他疯抢？难道我真的要把他给请回来？又是沈重，每次都是他坏我好事。沈重他到底做了些什么呀？为什么这么多年来，我付出了那么大的价钱，连他们5个人的面我都没有见过，而沈重却可以轻而易举的让他们5个为我们龙皇效力5年之久。青墨，你没事吧？难道离开了沈重，我什么都做不了吗？我要不要把沈重找回来？只有这样，公司才会有一线生机。青墨，沈重就是想让你纡尊降贵的去把他请回来，好继续掌控公司。你这样不是刚好落入他的圈套吗？我还想着要给他一场盛大的婚礼，给他生儿育女，和他一起快乐的生活。而他呢，为了得到公司，他不惜算计我，不惜伤害我，背叛我。沈重，你是个骗子！你混蛋！你是个大骗子！青墨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这些东西都是沈重先生的，你怎么能如此无礼呢？我不想看见他的东西，拿出去给我烧了，给我烧了！等等，大小姐，这个好像是沈重先生获得的奖。前几年，沈重先生在家不眠不休的创作了好久，才得到了这些奖杯。我记得这是林多喜相思得到的奖杯，怎么会在沈重这？相思的手稿，这居然是沈重的字迹。难道相思不是林多写的，而是沈重写的？怎么可能？连我这个舒克利音乐学院的高材生都写不出来相思这种级别的歌曲，
他沈重怎么可能做得到？这首曲子好像就是沈重先生写的，我记得当时。沈重先生，你应该好好休息一下。没事，再创作几首就够了，就够期末度过这次危机了。可是您总是这样熬到半夜，这万一把身体给熬坏了，可怎么办呢？我还撑得住。我答应过期末，一定要让龙皇成为龙国第一的娱乐公司。这首相思，相信足够让龙皇踏入更高的路程。是沈重在给我创作，是沈重在给我创作，这么多年的金曲都是沈重写的。怎么可能？这是百花奖的金奖。我记得当初百花奖金奖的得主不是公司5大创作人之一的方山的夜曲，这奖杯怎么在沈重这儿？难道这首歌也是沈重写的？这是国际金曲奖，这是公司5大创作人之一梅芬写的钢琴曲，获得的奖杯也在沈重这儿。这全部都是那5个创作人获得的奖杯，全都在沈重这儿。难道？不好意思，我已经说过了，我不会再为龙皇补曲了。这个号码我会注销，以后不必再见。原来沈重没有骗我，他给我的确实是5位创作人的联系方式，只是我没想到这些人全部都是沈重的化身。一个人怎么可能创作出这么多金曲，获这么多奖？秦墨，一定是你误会了。不行，我必须得查清楚那5个人是谁。锦州，你快联系吴秘书，查一查这些金曲的版权到底在谁手里。我要知道这5个人到底是不是沈重。好，我现在就联系他。这首曲子是去年公司遭遇危机的时候帮我们拿下第1的那首。还有这些帮公司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天王和天后，都是沈重写的。秦墨，这些年沈重为你付出了多少？他为你管理公司，为你写歌，把你扶持到现在这个位置有多难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你怎么可以联合一个外人欺负他呢？楚夫人，您这些年一直都没有管理过公司，这几个创作人给公司写了将近300首金曲，而且风格迥异，绝不可能是出自一人之手。就算这些曲子都是沈重写的，他为什么要瞒着我们所有人呢？这
么多手进去，不可能都是沈重一个人写的，不可能。青墨，你别担心，我已经通知他了，相信很快就会有线索。青墨，凡事你都要好好考虑考虑。我希望你不要做出任何让自己后悔的事儿。喂，楚总，查到了。这些年来，那5个创作人创作的每一首曲子，在桌上的人都是同一个人。是谁？都是龙皇娱乐总裁楚清墨。楚总，最终受益人都是你的。是我？是我？这么多金曲，少说版权费也得有3个亿，这5个人全都不要了，全留给龙皇，留给我。这不可能啊！他们放弃这么多利益，他们只是在做慈善。你能不能查到这5个人的地址？这些年来，公司里面有没有人见过他们的真面？没有。这些年来，一直是沈重负责这几个创作人的一切。所以，只有他一个人知道这些人到底是谁。不用再找了，我知道他们都是谁了。秦墨，你不好好练琴，什么时候才能当上天后啊？我不想练了。那不练怎么行呢？那你以后怎么振兴龙皇啊？我有你就够了呀！我要你永远都陪在我身边，疼我、爱我、帮我、护我。这是我当年亲手写下的，我居然忘了。沈重哥哥对我那么好，毫无保留的教我创作，教我作曲，教我弹奏。这么多年来，一直都是沈重在负重前行，是他把这些金曲留给了龙皇，留给了我。不行，我要去找他，我要把沈重找回来。沈重哥哥，沈重哥哥！我离掌控龙皇娱乐只差1步了，沈重回来我怎么办？不行，绝不能让他坏了我的好事。天墨，等等！站住！楚老夫人，你有什么吩咐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要做什么。我想干什么？我不就是想帮清墨，帮他好好管理公司吗？我年纪大，但是我还没有老糊涂。你的那些小伎俩，别以为你能瞒过我。你要是再敢对公司不利，我就对你不客气了。老夫人，您误会我了，我怎么会对公司不利呢？我不糊涂，龙皇是你来了以后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，支离破碎，濒临倒闭。您这可真是误会我了，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清墨，为了龙皇娱乐啊！你要真的是为了龙皇娱乐，那你现在就给我闭嘴，让清墨去把沈重请回来，只有沈重才能拯救龙皇。至于你，我马上让清墨把你开除。像你这种心术不正的人，必须远离龙皇。我马上就能彻底掌控龙皇了，怎么能让你这个老太婆破坏掉？清墨，你别忘了，
我们和三大娱乐公司都有合约，只要我们能拿得出金曲，他们的钱就会进来，我们就会成为龙城第一娱乐公司。到时候是该让他沈重后悔，是他该哭着喊着求着要回来。可是我们现在手里一个创作人都没有了，如果到时候我们拿不出10首金曲来，就要赔偿30个亿啊！现在没了沈重，我去哪儿找10首金曲啊？秦墨，虽然他走了，但是我们公司以前每年给创作部10个亿的创作费，有这笔钱，我们还愁找不到其他顶级创作人吗？对，没错。小吴，你立刻拨款10亿到方景洲的账户上，让他去联系顶尖的创作人，一定要在比赛之前拿出10首让三大娱乐公司满意的金曲。楚总，咱们账上已经没有钱了。什么？账上没钱了？我们每年的进账有10个亿，5年就是50个亿，怎么会1分都没有了呢？楚总，我稍后把盈利状况发给你。咱们账面上确实是1分钱都没有了。我说沈重怎么会那么大方，把51%的股权都让了出来？原来他拿走了50个亿呀！沈重，你好大的胆子！秦墨，沈重只是要毁了龙皇娱乐，我们要是拿不出钱去找顶级创作人创作金曲，我们面临的可就是30个亿的巨额赔偿。沈重，我给你机会，你没有珍惜。报警！我现在就要报警！我要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。老夫人，老夫人，你快醒醒！老夫人，你怎么了？老夫人！奶奶，你这是怎么了呀？我不知道，刚刚奶奶得知沈重让公司陷如此境地之后，就突然急火攻心，晕了过去。奶奶，你快醒醒啊！你别吓我呀！你快醒醒！秦墨，你别担心，我这就给医院打电话，奶奶一定不会有事的。对，怎么会这样？我已经失去了沈重，我不能再失去奶奶了，我不能。秦墨，要怪沈重，他没轻没重。他要是告诉我们他就是那5个创作人，我们早就去找其他创作人，也不至于现在连金曲都拿不出来，反被他将了一军呀。而且，要不是沈重让龙皇陷入危机，老夫人也不至于急火攻心，出现这样的意外啊。没错，就是沈重，是沈重害了奶奶。沈重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陈毅，你也不能一直这么缠着我呀！在你没答应我之前，我是不会放弃的。我该做的都已经做了，我把我大部分的青春都给了楚清墨，我现在也该为自己而活。那到时候楚清墨的公司交不出那么多的金曲，你就不担心他呀？人楚清墨身边毕竟有那个苏锦州在，他才是那个舒克利学院毕业的高材生，他一定能让龙皇走上新的巅峰。就算拿不出来，那也是他们的事，跟我没关系。那我呢？楚清墨不愿意相信你，也不愿意陪着你，可我愿意，只要你想，我可以。好啊你！我说怎么那么干脆利落就搬了出来？原来你早就有了想好。我青梅竹马的未婚夫，居然和我们公司的签约艺人搞到一起去了。楚总，你误会了。我误会什么？沈重，你知不知道奶奶被你气得摔倒了，到现在还不省人事？而你呢，
总是和别的女的搂搂抱抱，心高简直是……什么？楚夫人怎么了？沈重，你别装了，你们两个都只差被捉奸在床了，你还敢狡辩？我跟楚清墨的婚约已经取消了，我跟谁在一起，轮不到你们这些外人来指手画脚的。你什么意思？什么婚约取消？我同意了吗？这份退婚书上有你的公章，没有你的同意，谁都不会这么做。陆清墨，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沈重，你在这胡说八道什么呀？我为你守身如玉，为的就是过几天能够跟你完成婚约，能够跟你幸福的生活在一起，成为真正的一家人。可你呢，居然伪造退婚书，你说解除就解除，你那么想弃我于不顾。我离开前的最后一天，已经找吴秘书跟你签过字了，不会有假。这怎么可能？另外，楚总，沈重先生还有另外一件事让你签字同意。让我们掌声有请新晋天后楚清墨。告诉他，我同意了。当时这份文件居然是退婚书，我当时根本不知道这里边就是退婚书的，我不认，我不认。就算我签了退婚书，你也不能和公司的签约钢琴家搞到一起。不管你认不认，这婚约已经取消了，我跟谁在一起，轮不到你来管。轮不到我来管，我是你最亲最爱的人啊，我是你未来的妻子呀。你不是。好，沈重，是你先背叛的我，你仗着我的宠爱为所欲为，那你就别怪我无情无义了。现在就把龙皇娱乐的钱交出来，我还能够既往不咎。我在位这么多年，没拿过你的一分一毫。沈重，你还敢撒谎？这些年来，龙皇娱乐给我们的工资每年都有3000万，你还不满足？竟然还敢偷走公司50个亿的公款！50亿？你看看沈重住的地方，像是有50亿的样子吗？都是装的，就是为了博取清墨的关心。沈重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现在就把龙皇娱乐的钱交出来，否则就等着蹲大牢吧。我无话可说。好一个无话可说！我给你机会你不要，那你就别怪我。进来吧。沈重先生，我们接到举报，说您侵吞公司财产，请您配合调查。楚清墨，你别太过分，没有沈重就没有你们龙皇娱乐，在你心里，他沈重就是会私吞公司财产的人吗？沈重离开以后，我查了公司的账，账面上1分钱都没有，不是他转走的，还能有谁？沈重，念在我们以往的情分上，你现在交出钱来，我还能既往不咎。这可是整整50个亿啊！沈重，你未免也太担心了吧？我说过，我没有拿过你们1分钱。你知不知道拿走这些钱带来的后果是什么？你真的想看着龙皇倒闭吗？这可是爷爷留给我最后的东西，你忍心这么对我？我说过了，我没有。我带了公司的法务来，我们一笔一笔的查账。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你最好老实交代。这些年我对龙皇尽心尽力，没有拿过你们1分钱。既然你要查，我无话可说。既然我给你机会你不要，那我们就来查账，查到一笔坏账，你就等着牢底坐穿吧。你们愣着干嘛？把他给我带回去查呀！副总，这可是沈重先生，龙皇能有今天，全靠沈重先生。够了！沈重，我才是龙皇娱乐的董事长。连我手下的员工都只认你，不听我的命令，这就是你的尽心尽力。我看你是想造反！我看你是想造反！清墨，一猜就是你。沈重哥哥，
等我们结了婚呢，龙皇就彻底的交由你管理了，而我呢，就在家乖乖的相夫教子。我要让你成为天底下最幸福的男人。沈重哥哥，秦墨希望永远能留在我身边，永远都不要离开。好好休息。好啊，楚清墨，既然你非要查，那就查吧。如果你什么都没有查出来，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的生活里。秦墨，沈重他就是在逼迫你退让，他就是在赌你心软不会查下去，只要你不查下去，这50个亿就会消失的无影无踪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给我查！每一笔都不要漏掉。近几年所有的往来项目全部给我查清楚。楚清墨，这么多年，沈重为了你，为了整个龙皇，付出了多少，你心知肚明。有必要落到今天这一步吗？你们竟然如此恩将仇报！既然什么都没做，为什么要怕查？我看你才是那个恩将仇报的人。你是我们龙皇娱乐的签约艺人，不是他沈重的。创作出谱子的人是沈重，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我，没有他就没有你们龙皇娱乐。沈重在你们眼里就这么好？离开了沈重这么久，你能拿得出一首金曲吗？沈重在位的时候，仅仅就差一步就能扫平3大集团，让龙皇娱乐成为当之无愧的第一。而他苏锦州在位不够半月时间，签约的艺人大批量流失就不说了，现在的龙皇是赔钱又赔人。难道我真的做错了？找到了，去年沈重先生从公司账上转了一大笔钱。去年9月份，沈重先生从公司账户上转走了5000万。快查清楚这笔钱转给了什么人，是不是转到沈重的私人账户上？好像是转到郭天王账户上了。郭天王？公司什么时候和郭天王有5000万的资金往来？沈重，你为什么要转账给他？去年9月，是你说要给苏锦州办一场演唱会，让我把郭天王叫来给他当帮唱嘉宾，为他造势，你忘了？我要给锦州办演唱会。秦墨，以苏锦州现在的名声，根本不足以支撑他开演唱会，而且他选的那些曲子质量都很一般。若是现在把演唱会开起来了，被群嘲的只会是咱们公司啊！我不管，锦州好不容易才回国了，他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一定要帮他打响名气。可咱们公司正式上升期，这演唱会的事就不能再等等吗？我等不了了。沈重哥哥，你一定会帮我的，对不对？我可以请一些天王巨星来给他造势，若是想给他打响名声，只能这样。可到时候这费用又是一大笔。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，我说什么你都会答应的。没关系啊，本来公司每年都会盈利，这点钱根本不算什么。对，没错，当时是我要给苏锦州办演唱会，是我让沈重给郭天王转5000万的。不对，查，继续查，一定还有的。是我为了给苏锦州办演唱会，是我让沈重给郭天王转的5000万。不对，一定还有，再查，再查。我这里查到了一笔，快看看，就算那5000万转给了郭天王，那还剩下49亿呢。这笔钱转给了瑞士拍卖行，拍得了一枚名贵珠宝，价值3个亿。沈重，你还不承认？你居然拿公司的钱去给自己拍珠宝！的确，我花了3个亿拍下了一枚海洋之星。你终于承认了，公司的钱就是这么被你转走的。沈重啊，
我真没想到你竟然是这种人，口口声声说没拿过公司1分钱，结果一转手就偷走了公司3个亿。苏锦州，你还真是吃干抹净。那枚价值3个亿的蓝宝石，现在戴在谁的身上？沈周哥哥，锦州的生日马上就要到了，我要你帮我拍下海洋之心，我要送他当礼物。可公司的账上已经没有多少钱了，今年还要给几个天王天后宣发，这都是一笔大数。况且那海洋之心光底价就是1亿2000万，这实在是……这是我的公司，我赚的钱要怎么花还要征求你的允许。锦州的生日最重要，其他的事情都可以等一等。清墨，你应该先为龙皇的基业着想，再去想什么苏锦州的生日。这是我的公司，怎么做只需要听我命令就可以了。是我让沈冲花3个亿拍下了这枚蓝宝石，送给锦州他生日礼物的。这钱是我花的，这钱是我花的。这不过才3个亿，那账户上少的可是50个亿。剩下的钱呢？剩下的钱你都放哪去了？没错，龙皇现在存亡一线之间。你既然不愿意给我们创作，那为什么不把钱拿出来，让我们去找更好的创作人？你就这么看着龙皇娱乐彻底崩塌吗？想要拿出钱写金曲还不简单啊？他胸口上的胸针可是价值3个亿呢，直接卖了不就有钱找创作人了？这可是清墨送给我的生日礼物，怎么能随便卖掉呢？再说了，他沈仲手里只有几10个亿，从他纸条缝里随便露出来一点，就能解决龙皇娱乐的灭顶之灾了。沈仲，你真的想看龙皇倒闭吗？你快把钱拿出来啊！清墨，这是咱们公司近几年所有的账务，你需要过一遍。我不想看嘛，公司里边有你也就够了呀。我相信你一定会好好帮我管理公司的，有你啊，我最放心。你呀，就知道偷懒。那我先去忙了。钱呢？钱都去哪儿了呀？任重，我真后悔当初把公司交给你管理。你现在把钱拿出来，我还能大发慈悲的饶了你。一旦查出账面跟你有关系，你就再也没有回头之日了。我跟你已经没有任何话要说，要查就查个彻底。无话可说，你跟我无话可说，我们那么多年的感情，你居然跟我无话可说。我和你还有什么感情？好，查，给我继续查。这里查到一批，去年12月份沈仲分批转给多位明星艺人，共计9亿8千万。这可是10个亿啊！沈仲，你实在是太贪心了吧？怪不得那么多的明星艺人都愿意跟你走，原来你拿着公司的钱去养自己的人。难道我在你心里就是这样一个人？沈仲先生从来就没有给我们打过什么钱，这里面肯定是有什么误会的。证据确凿，你们还不承认吗？这分明是从他的账户上转出去的。沈仲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去年12月，我们为苏锦州办了一场盛大的欢迎会，为他介绍了所有娱乐圈里面有头有脸的人。沈仲，你胡说八道，你这是想赖在我身上吗？好像确实是有这么一回事。我记得当时是我让沈仲给苏锦州办一场欢迎会，请娱乐圈里的大佬明星来助阵的，但那也花不了10个亿呀，你再好好想想。沈仲，上次演唱会效果根本就不理想，我只是想让你把锦州介绍给所有人，打开他的名气，有这么难？秦墨，我早就说过了，以苏锦州现在的歌曲，根本不足以支撑他去开演唱会，
而且公司其他的艺人也该宣发了，你不能把所有的时间和金钱全浪费在一个苏锦州上。只让你做一件事，推三阻四的。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意气用事？他要只开一个欢迎会还好，他现在还要开什么全国粉丝见面会？粉丝见面会怎么了？只有这样才能增强他的粉丝粘性，彻底的打开名气。以苏锦州现在的粉丝量，根本不值让我们去花费这么大精力去培养他。而且陈颖也早该宣发了，你不能把所有的时间和金钱全砸在一个苏锦州身上吧？我知道了，沈重，你就是嫉妒锦州，才屡次三番的阻止我。我告诉你，我才是龙皇娱乐的董事长。是我的决策失误，才导致龙皇损失了10个亿。难道这50个亿都是我浪费的？难道这些钱都是我浪费的？都是我吗？我不信，沈重在公司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侵吞过公司1分钱。给我查清楚！我要知道沈重他这些年到底从龙皇拿了多少钱！不用查了，别查了，不用查了！沈重哥哥，他不可能侵吞公司的财产。他的账户上最少有几10个亿。我们查清楚了，沈重先生的账户里只有3500块钱。3500块？这怎么可能啊！光是龙皇每年给你的工资也有3000万啊！我说过，我这些年从来没在龙皇拿过1分钱。现在你醒了，你连工资都没有拿过，我明明给了你工资啊！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啊！陈总，初总已经吩咐过了，您的薪资待遇可以自己填写，您觉得多少合适呢？我之所以帮助清墨，是因为这些年的感情，我是不会利用他来赚钱的。怎么会这样？难道是我错了？真的是我错了？沈重哥哥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我不知道，这么多年你没有拿过公司1分钱，我还让他们停了你的卡，收回了你的车，是我错了。我不应该听他的，我不该把你给赶走。沈重哥哥，你回来好不好？你回来好不好？已经太迟了。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，你在生气我把你给赶走了，可我那是因为想让你好好的陪着我呀，你为什么就是不理解我的苦心呢？你什么苦心？你不过是煞费苦心的把我赶出龙皇，赶出楚家，退了婚约，好给他苏锦州让位置。不是的，我一直都是想要跟你结婚的，我只是想让你不要那么忙碌。我想着我们结婚以后，能够我主外你主内，你在家里好好的陪着我，一直陪着我，这样不好吗？不用了。你明明答应过爷爷要好好照顾公司，照顾我的，你怎么能背弃誓言呢？是的，我是答应过楚老要给你10次机会。10次机会？对，那10次机会我还没有用过，那我现在就用1次，来换你回来，好不好？这10次机会你早就用完了。10次机会我都用完了。用完了，我们之间的缘分也就到此为止了。这不可
可能啊，不可能啊，绝对不可能！我为什么一点印象都没有？怎么，你是要我一件一件的讲给你听是吗？好，第一件就从他苏锦州第一次回来开始。第一次回来，喂，锦州，你回来了，我这就去接你。秦墨，你不是说今天陪我过生日吗？锦州好不容易回国，肯定他更重要啊！你的生日什么时候过不行啊？你呀，就不要跟锦州争风吃醋了。你快下车吧，我要去接他了。哎，等等，外面下雨了，你赶快下车呀！我不想让锦州等太久。第一次机会，我竟然做了这些事，我为什么丝毫都不记得呀？第二期吗？你不能因为我一次没有观察到你的情绪，就给我判死刑啊！周秦墨，你知道我酒精过敏吗？酒精过敏这件事儿，整个龙皇集团的人都知道，沈仲先生酒精过敏。你身为他最亲近的人，你难道不知道吗？酒精过敏，酒精。沈仲说过，当时就在苏锦州的接风宴上。各位，锦州是舒克利音乐学院回来的高材生，这次回来也是为了协助我管理公司，希望各位以后能够多多照顾了。干杯！多喝慢调。哎，沈仲大哥怎么不喝？该不会是不希望我回来帮清末吧？啊，不是这样，我酒精过敏，喝不了酒。这样吧，我以茶代酒，敬你。以茶代酒都没诚意。沈仲大哥不会是讨厌我吧？沈仲，让你喝杯酒怎么那么难啊？你酒精过敏，不会自己吃颗药吗？锦州刚从国外回来，你就要跟他闹矛盾，把酒给他。那我就先干为敬了。锦州，你不要喝，你有胃病，酒精和生冷的东西尽量不要碰。好，我喝。第二次，楚清墨，你还有8次机会。第二次机会就这么浪费了。我真是没想到，楚总之前还怀疑我和沈仲之间有什么，没想到楚总为了自己的小情人，居然逼迫自己的未婚夫喝酒。我没有啊！沈仲哥哥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对不起你。那这10次机会，我都这样浪费掉了。整整10次机会，到底伤害了沈仲多少回？你自己心里没数吗？是我错了。第3次，秦墨，你怎么昨天晚上一整晚都没回来，还不接我电话呀？昨天晚上陪客户吃饭，多喝了一些，到现在才醒来。你能过来帮我送一趟衣服吗？当然可以了。那我现在准备一套裙子给你送过去。再准备一套西装。什么？昨天晚上锦州和我在一起，他替我找了很多酒，现在衣服都脏了，把他的衣服也送过来吧。我们在龙兴酒店888号房。你。
沈仲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不过我可以解释的。我已经不需要你解释。我知道你在怀疑我，可那是因为我当时喝多了。荆州只是为了方便照顾我，我们才会睡在一间房。可是我们虽然度过了一整晚，但是什么都没有发生。我仍然保留着处子之身，想让我们结婚的时候把自己完全的交给你。这些对我来说都已经不重要了，我现在只希望你查完账，尽快的从我家离开。是我错了，是我彻底伤了你的心。楚总，你现在查也查完了，是不是可以走了？楚总，你居然叫我楚总，我们两个人居然生分到这个地步了吗？你我缘分已尽，以后呢也不用再有什么交集了。现在，请你带着你的人离开。你真的要离开我吗，沈仲哥哥？这些不都是你想要的吗？你现在都已经完成了，还有什么不高兴的呀？你想要的根本不是什么丈夫，只是一个听话懂事的狗。你想要的是掌控一切，而根本不是需要我。我们的缘分还没有尽呢，我们还是会结婚，会生很多的孩子，一起管理公司，好不好？我要你陪在我身边。楚总，请你离开吧，我要休息了。你当真跟我无话可说？无话可说。青墨，你和沈仲这么多年的感情了，他一点都不给你留面子，这事要是被他们传出去，你的威信就全没了。沈仲，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，立刻跟我回家。我还可以给你音乐总裁的位置，好不好？青墨，你不必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，我也没有什么管理公司的才能。楚总，现在请你离开我家。现在请你离开我家。是我错了，是我错了，好不好？你原谅我一次吧。哼，我们缘分已尽，各自安好吧。不，一次机会，你就最后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我保证，以后我什么都听你的，只要你愿意，我可以把总裁的位置给你，我可以把公司都交由你管理。我只要你回来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我再说最后一遍，楚清墨，请你离开我家。没有听到沈仲先生的话吗？请你们立刻离开，不然我就报警了。你别忘了，你还是龙华娱乐的人。从今天起，我不是了，我会正式宣布和龙皇娱乐解约。你的合约还没到期呢，你知道你要赔多少违约金吗？与其和你们这种人合作，我宁可赔偿违约金。沈仲哥哥，你真的不愿意跟我回到从前，重新开始了吗？南北多歧路，君向潇湘，我向秦。我们以后不要再相见了。好一个不必再相见，是我活该，是我一直都忽略了你对我的好，是我太自私，有今天全部都是因为我活该。青墨，天色已经不早了，我们还要去找其他的金曲创作人，他沈仲不愿意帮你，我帮你。沈仲，我不会放弃你的，我一定会让你跟我回家的。教堂的白鸽不会亲吻乌鸦，就说我配不上星空下的他，时间怎么就走到了晚霞，我们笑着说没有办法。这里就是沈仲先生所住的地方。这也太简陋了！我现在就打电话，让助理给沈仲先生重新准备一套好房子。不是，你这么
气干什么呀？人家沈重可没说就一定会跟你走，我可是给沈重先生准备了一套大别墅，还有几辆豪车代步。你行了行了，你说也不知道楚清墨怎么想的，竟然放弃这么大一个宝贝啊！我记得当初因为楚老的角色失误，龙皇娱乐在他的带领下只剩下了一线生机，差一点就被咱们几家联合合并了。这谁能想得到啊？沈重一上任，杀伐果断，在他的带领下，龙皇娱乐很快就稳步上升，而且还不知道从哪里笼络了5个创作高手，创作出来的歌曲那可是首首都是金曲级别呀！这些年拿奖拿到手软，这样的奇才，楚总竟然也舍得放弃。这样的奇才，楚总竟然也舍得放弃。我可是刚刚收到消息啊，哪有什么创作歌手啊？那几首金曲全部都是沈重先生一人创作的。哦，怪不得那些人怎么都挖不走呢。没想到龙皇竟然自废根基，把沈重给裁了。谁说不是呢？这才是真正的裁员裁到大动脉啊！要是沈重先生能来我们公司合作，恐怕我们马上就要成为龙国第一娱乐公司了。你干嘛呢？回来，可不能抢先呀！你干嘛呢？回来！不会，还是请回吧。我已经决定了，不再插手你们这些娱乐公司的事务了。不，沈重先生，您还是好好考虑考虑。您要是愿意加入我们公司啊，我愿意给出每年1个亿的签约金。我愿意出2个亿。我愿意再追加未来娱乐30%的股份。好像是个无名小卒，各位又何必这样呢？你还是无名小卒？当年要不是你力挽狂澜，龙皇娱乐恐怕早已经被我们给吞并了。您还真是谦虚啊！只要你愿意加入我们呢，不管你提什么条件，我都答应。只要你愿意加入我们呢，不管你提什么条件，我都答应。沈重先生，您还是先考虑考虑我们啊！您要是愿意与我们公司合作呢，您从今天起就是公司的新任执行总裁，公司的一切事务都由你来做主。您放心，我绝对不会干预您做的任何决定。先考虑我，你先考虑我，你先考虑我，我最近真的没有心情去工作，各位还是请回吧。您看这样行不行？3日之内，龙皇要是拿不出10首金曲，那到时候龙皇娱乐只有死路一条。你要是觉得还不解气的话，我们可以让龙皇娱乐彻底破产，到时候楚清墨就交由您来处置，怎么样？我站在记忆的路口，看着往事渐渐远走。都是为了你，为什么就是不理解我？为什么？我多想找回我已你的爱，让时光准备好了要跟他结婚，可你已不在我身边，只剩回忆。我对你一片深情，为什么就是不理解我呀？愿你如影随形，不只是依附，而是像星辰与夜空那般永恒的映照。当青丝落满霜雪，我们仍能笑着指认那些滚痛老去的痕迹，是此生最温柔的勋章。我才是公司的董事长啊！难道我没有资格做这些吗？为什么你就是不肯听我的？为什么不好好劝劝我，一定要抛弃我呢？为什么不好好劝劝我，一定要抛弃我呢？
For life, 난 너의 곁에 있을게.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呀？你不是最爱我了吗？清墨，清墨，你没事吧？酒，给我酒，把酒给我。清墨，这么多天了，公司你也不管，你就这么醉生梦死吗？公司哪还有什么公司啊？奶奶已经倒下了，公司的人也全部都走了，龙皇娱乐马上就要彻底的毁在我手上，彻底的毁在我手上了。清墨，你还有我才是舒克力学院回来的高材生，我能让龙皇起死回生。你能让龙皇起死回生？我回来就是为了拯救你，和你一起管理公司的人是我，不是沈重。可是那些创作人全部都是沈重啊！现在沈重已经不肯帮我了，我已经无能为力了。如果我拿不出10首金曲，又拿不出赔偿的话，龙皇娱乐就彻底的毁了，就彻底的毁了。清墨，你振作一点。我知道了，从一开始我就应该听沈重的话，我就不应该听你的。如果我听了沈重的话，我们龙皇娱乐说不定早就已经是江城第一了，不会落到这副田地。我竟然亲手赶走了我最爱的人，我竟然亲手赶走了最爱我的人。爷爷如果知道我把他的公司变成这个样子，他会多难过呀！我要把沈重找回来，我要让沈重回到我身边，回到龙皇娱乐。沈重又是沈重，绝不能让沈重回来。清墨，你都这样了，你的公司呢？我还能再管理公司吗？这样，你先把公司交由我来管，我保证给你10首金曲，让龙皇起死回生。对，要让龙皇和以前一样。好，那公司从现在开始就交由你管理，你一定要答应我，让龙皇回到以前，和以前一样。答应我。时间已经到，楚清墨，你不是说要给我们每人1首金曲吗？曲子呢？这合同上写的可是清清楚楚，今天你要是拿不出来10首金曲，就得赔偿30亿。这个合同没问题吧？这没问题。可是今天请各位过来，就是请各位做个见证。之前我们4家娱乐公司签了对赌协议，只要龙皇娱乐每年能拿出10首金曲，我们就完成注资；如果拿不出来，就要赔偿30亿。合同签字各家公章都在，也是您亲手签的字。今天就是最后期限了，如果拿不出金曲，赔偿总得拿出来吧。我们龙皇的账户上已经没有钱了，不过你们给我一点时间，我的音乐执行总裁已经去想办法了，我们一定能拿出金曲的。你能什么能啊？公司的天王天后都已经走得差不多了，龙皇娱乐在你的带领下也已经快要走向毁灭了。如果今天赔不了钱呢，就赶紧让出龙皇的股份吧，这可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了。我说了，我的音乐执行总裁已经去创作了，我一定叫得出金曲。你说那个能拿得出金曲的音乐总裁，该不会是我吧？景州，你去哪了？那10首金曲呢？写好了吗？你该不会真的觉得我会给你创作金曲吧？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景州，只要交出10首金曲，就能救龙皇娱乐起死回生。你之前不是说过包在你身上吗？
楚清墨啊，楚清墨，我是该夸你天真呢，还是该说你蠢呢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龙皇起死回生对我来说有什么好处？我还只是一个小小的音乐总裁。我和三大娱乐公司合作，等他们吞并龙皇之后，我就是真正的总裁。你居然背叛我！我对你那么好，你怎么敢？沈重对你也挺好的，你还不是把他随意的抛弃丢掉？我不过是说了2、3句挑拨离间的话，你就真的信了？你就这样把龙皇的拱谷之臣扫地出门？龙皇离真正的娱乐龙头就是一步之遥了，就在你的手里毁于一旦。楚老要是知道了，恐怕要从棺材里气得爬出来吧。你给我住口！你快提我爷爷！龙皇马上都是我的了，我还有什么不敢提的？楚清墨啊，现在时间快到了，要么赔钱，要么交出龙皇吧。你骗我！你居然骗我！我对你不好吗？自从你回国，我动用一切关系把你给捧红，让你出名。我甚至把公司都交给你管理，你呢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把公司交给我又有什么用？我不还是在你的下面？我现在和3大娱乐公司合作，就能彻底掌控龙皇，我就是新的龙皇总裁。苏锦州刚回来就已经跟我们3大娱乐公司私下接触了，他说他能搞垮龙皇，让我们重回巅峰。我还以为他在吹牛，没想到这一天竟然真的来了。假的，一切都是假的。从你回来之后，你就故意和沈重起冲突，你为的就是让我嫌弃他。我居然信了你这个畜生！我居然把那么好的沈重给赶走了！现在才明白过来，太晚了吧？既然拿不出钱，那就赶紧签字画押，交出龙皇。不要！不要！我不要！堂堂龙皇总裁不会想要赖账吧？就是啊，金曲你金曲拿不出来，赔钱呢，你龙皇账上1分钱也没有。现在你也只能让出龙皇股份了。要怪，只怪你自己识人不清，龙皇才会毁在你手里。老夫人，您醒了，我这就给大小姐打电话。他给沈重都怪我，是我信错了人。哎，清墨，你公司还挺大的。没错，爷爷临终前把公司交给了我和沈重管理，现在公司蒸蒸日上，我们也算是没有辜负爷爷对我们的期望。不过，我刚才看到一些事情，不知道该不该说。我们2个之间还有什么是不能说的吗？我刚才看到公司所有人都是先跟他沈重汇报，可你才是公司的董事长啊！这样我总觉得他是在一步步的架空你。锦州，你误会了。爷爷临终之前，沈重答应过他要好好照顾公司，照顾我，他不会那么做的。我也是因为担心你才这么说的，毕竟整个公司都只知道他沈重，而不在意你出走。你也该彻底的把公司的管理权掌握在自己手里。而且，他沈重如果真的这么爱你的话，还会把公司真的交给你吗？
秦墨，我不是不愿意把很多事情都交给你，只是你现在还小，人心险恶，商场更是步步为营。我会一点点慢慢教给你，直到你真正的掌权为止。这是我的公司，我们楚家的产业，我还不能当家做主了，偏要听你一个外人的命令吗？外人？是我错了，是我活该。沈重，他怎么会来？沈重哥哥，沈重哥哥回来了。好优美的钢琴曲，温柔又亲切，仿佛他在低声回应着爱人的话语。好优美的曲子，我好像看到了阿尔卑斯山的雪峰，还有塔西提岛四周的海水，还有海鸥、森林、耀眼的阳光。这是沈重哥哥写给我的歌，是我错了，是我辜负了沈重哥哥。沈重哥哥，我不想单恋，我想跟你一起去旅行。我们去看雪山，去海边，去过属于我们两个人的日子。音乐流畅，欢快且华丽，深入人心的曲调，绝对又是一首传世佳作。为什么沈重要回来？我离成功只差一步了，我差一点就能掌控龙皇了，为什么他要回来？是啊，没有任何炫技，这么简单的曲子竟然会如此好听，有这样厉害的作曲功力，这简直是不可多得的天才呀！这算不算金曲？这算不算金曲？算，绝对算得上金曲。这曲子一经发行，一定会火遍全球。简单的节奏，不需要复杂的指法，优美的旋律，一定能成为今年最大的黑马。还剩9首。沈重先生，龙皇已经这样对你了，你何必继续为他们卖命呢？没错，沈重先生，只要你愿意来我们公司，你想要什么待遇我都可以给你，我绝对不会像楚清墨一样对你。是啊，只要在12点之前，他楚清墨拿不出金曲，那龙皇就得赔出全部股份呐。你想想，最近受的委屈，何必要帮他呢？是啊。沈重哥哥，是我错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只要你肯原谅我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我可以不参与龙皇的管理，我把整个公司都交给你，只要你回来，你回来好不好？不用。那10首金曲我都已经创作完了，稍后我会派人送去各位的公司，
各位先请回吧。你不用多想，我只是看在楚老夫人的面子上，才会帮你最后一次。现在事情解决了，我也该走。奶奶，奶奶她醒了。楚老夫人，您没事吧？我听说您重病在床，不知道怎样了。沈仲先生，是苏建州，他想要杀死我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我知道，这次是秦墨做的太过分了，是我们出现，对不起你，但是我还是要厚着脸皮，谢恩图报。我只求你，最后再帮一帮。请我。老夫人，您不用这样，您和楚老对我有恩，当年如果是你们收留我恐怕早就饿死街头了。我答应你。最后再帮楚清墨一次。是你害了奶奶。是我害的又怎么样？我只差一步就能彻底掌控龙魂了，只差一步。沈仲，你为什么要回来捣乱？我答应过楚老会帮他重振龙皇娱乐的辉煌，我又怎么可能眼睁睁看着龙皇娱乐毁在你这种人手上？凭什么？5年，我苦心策划了5年，就差一步就会在你这个混账手里，就会在你这个混账手里。够了！你给我住口！来人！苏锦州，你涉嫌泄露公司机密，背叛公司，害龙皇娱乐损失几10亿。我们公司对你会依法提起上诉，你就等着牢底坐穿。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，都是那个老太婆，害的。你怎么会坐牢呢？我是龙皇的总裁啊！他说的不算，我是总裁，别闹，我是总裁。沈仲哥哥，之前都是我不好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最后一次，只要你肯原谅我，什么都听你的。回来吧，好吗？原谅我好吗？